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CCTV1和 CCTV8 央视跨年剧单出炉，赵丽颖、黄晓明、白宇、朱亚文携王炸作品引爆荧屏，一场收视对决即将展开。这个年末，央视1套和8套为我们准备了2道完全不同的硬菜，一边是赵丽颖、黄晓明带领农民在滩涂上建起一座城市的造成者，另一边是白宇、朱亚文演绎5代十国乱世权谋的太平年。这2部大剧即将在跨年期间登陆央视荧屏，展开一场收视对决。造成者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实干传奇，而太平年则聚焦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统一时刻。不同的时代背景，不同的叙事风格，却同样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。草根逆袭，滩涂上崛起的城市奇迹。造成者改编自朱小军获浙江省5个1工程奖的报告文学《中国农民城》，以浙江龙岗农民造成真实事件为原型。该剧由孙浩执导，赵丽颖、黄晓明领衔主演。故事设定在20世纪80年代初，平川县为了加快发展，决定设立粤海镇。赵丽颖饰演的李秋平和黄晓明饰演的郑德成，2位能力突出、个性鲜明的基层干部，带领农民通过集资合伙的模式，在没用国家1分钱的情况下，于滩涂上建起一座现代化城市。剧组为了真实还原历史，按1:1比例复刻了80年代的龙岗镇，3000平米摄影棚铺满黄沙，绿漆教室糊着旧报纸，煤油灯办公桌上摆着节水垢的搪瓷缸。更引人注目的是，12位当年参与建成的老人作为群演出演，其中一位78岁的大爷在拍摄抗洪戏份时，抄起铁锹冲进泥浆的瞬间，让片场全员泪崩。赵丽颖在剧中顶着一头羊毛卷短发，穿泛白工装，化身基建魔头李秋平。黄晓明则戴塑料框眼镜揣算盘，演活了痞干部郑德成。剧中有一场戏是黄晓明抓着被台风刮烂的账本哀嚎钱从天上掉吗？而赵丽颖直接开拖拉机撞墙示威，展现出角色敢想敢干的性格特点。乱世抉择，5代十国的权谋与和平。另一边太平年则将观众带回到1000年前的乱世。该剧由杨磊、任总导演，白宇、朱亚文、周雨彤领衔主演，聚焦吴越国主前弘处与北宋皇帝赵匡胤推动纳土归宋的历史事件。剧情以5代十国至北宋初期为背景，从吴越国视角切入，聚焦其避战保民的治国理念。公元941年，吴越国王离世，新主继位。由于新主年少，吴越王室陷入内忧外患之的。5年后，前弘处北上汴梁，亲历契丹入侵，目睹北方家国破碎的景象，在危难中与郭荣和赵匡胤结下深厚情谊。为真实还原历史风貌，太平年剧组耗资搭建了6万平米实景城郭，汴梁城门按《清明上河图》复原。服装造型团队设计制作了8000余套服饰，主演头套钩织密度达每平方厘米120针，道具精度误差小于0.1毫米。朱亚文为饰演赵匡胤，特意增重20斤以展现帝王暮年的状态。他的一套锁子甲重达30斤，曾调侃到穿这身打仗，敌人没砍到我先被压跪了。双引号。而白宇饰演的前弘处有一场在雨中跪的嘶吼这龙已是烙铁的戏份，展现出纳土归宋决策背后的艰难与痛苦。制作团队的匠心独运，2部剧集的制作团队都堪称顶级配置。造成者的导演孙浩曾执导《庆余年》系列，编剧袁克平则是大江大河的编剧。这种组合保证了剧集在保持严肃历史厚重感的同时，又不失适当的喜剧元素，缓解严肃题材可能带来的沉闷感。
太平年的导演杨磊曾执导《红色三体》等高口碑国剧，编剧董哲为这部剧投入了大量心血。从2016年开始筹备，经过5年筹划酝酿，3年剧本打磨，光搭建剧中所需场景都耗时1年多。在场景建设上，太平年剧组费尽心思。剧本涉及非常多地域，既有北方的苍凉感，又有南方的润秀。为此，剧组特意前往敦煌取景，不是选择沙漠或特殊地形，而是要找北方那种苍凉的气质。南方场景搭建以木质结构为基础，用木的原色还原；北方场景则用土、风沙及较暗的黑、红、金色来呈现。演员的全身心投入，2部剧集的演员都为角色付出了巨大努力。在《造成者》中，赵丽颖和黄晓明的表演可谓脱胎换骨。赵丽颖以麻花辫和旧衬衫造型亮相，劝村民集资时说出房子将来能涨30倍的朴实预言。黄晓明则与村民一起打算盘，生动呈现一家出500、1000户就是50万的筹资逻辑。黄晓明在《造成者》中一场肯指冲击的表演登上热搜，被网友称为脱胎换骨式演技。2位主角在剧中全程不涉及感情戏，专注搞基建，这种专注角色本身的表演方式赢得了观众的认可。在太平年中，白宇在接到剧本后，专程坐飞机到上海，与导演杨磊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长谈。确定出演后，又用几个月时间揣摩理解人物角色。从前红处的少年、中年到老年，白宇在表演中展现出明确的情感阶段变化。朱亚文为演绎赵匡胤的帝王暮年，特意增重20斤，镜头里颤巍巍举杯的动作让历史学者感慨演活了乱世君王的挣扎。这种对角色的全身心投入，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。历史真实与艺术创作的平衡，2部剧集都面临如何平衡历史真实与艺术创作的挑战。造成者基于真实的农民造成事件，但如何在荧屏上生动呈现这一过程，需要创作团队精心设计。剧中没有空喊口号，而是聚焦实干创业的细节，比如展现集资建成的过程，不是通过宏大的演讲，而是通过具体的生活场景和人物互动来呈现。这种处理方式使得改革故事脱离说教感，更加贴近观众。太平年则要面对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关系。5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，如何清晰讲述这一时期的史实，同时保持戏剧的吸引力，是创作团队需要解决的难题。剧组聘请了清华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的专家，对主创团队提供学术支持。细节考究到前红处的9流冕香玉树、赵匡胤的络腮胡造型，甚至军报上的火漆纹都经过严密考据。这种对历史细节的尊重，为剧集的可信度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场景与道具的精益求精，2部剧在场景还原和道具制作上都下足了功夫。造成者剧组获得了温州政府特批，在拆迁中的龙岗老城墙进行取景，真实历史建筑与虚构剧情交织。剧组还按1:1比例复刻了80年代的龙岗镇，从绿漆教室到糊着旧报纸的墙壁，都力求还原时代风貌。太平年的美术指导邵昌勇和造型指导陈同勋都是业内资深人士。剧组采用 LED 8K 摄影机与蔡司 SP 镜头组拍摄，服装复原唐代草木染工艺。导演杨磊分享了他对历史还原的坚持。我们去了敦煌莫高窟第45窟，其中唐朝服饰保存完整，美轮美奂。它或许并不符合当下时尚所推崇的一些标准，但那种扑面而来的传统韵味、震撼感、鲜活感是没办法用语言来描绘的。所以，我们坚持还原古书记载，把壁画上留下来那些历史之美拍给观众看。双引号，双重盛宴背后的意义。
造成者展现的改革开放初期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阶段。通过农民造成这一奇迹，揭示了改革开放不仅是一场经济变革，更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。太平年描绘的五代十国末期，则是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重要转折点。通过纳土归宋这一历史事件，展现了中华文化中大一统思想的深远影响。两部剧集都致力于挖掘历史中的智慧。造成者中的开拓精神与太平年中的和平统一理念，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随着造成者在央视的播出，观众将跟随赵丽颖饰演的李秋平一起回到上世纪80年代，看滩涂上如何崛起现代化城市。而太平年则将带观众穿越千年，感受白宇饰演的钱红处在历史关口做出的艰难抉择。